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，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郎中半夜出诊，顺手就下野狐。野狐托梦叫他要李下砒霜。哎呦，这大半夜的，是哪位祖宗在敲门啊？刘一手揉着惺忪的睡眼，一边嘟囔着，一边披上衣服去开门。门外站着个满脸焦急的中年汉子，见了刘一手，像是见了救星一般，一把拉住他的手：“刘郎中，快救救我家娘子吧！她突然病倒了，浑身滚烫，嘴里还胡言乱语呢。”刘一手一听，睡意瞬间消散了大半，他赶紧背上药箱，跟着那汉子匆匆出了门。这刘一手是10里8村有名的郎中，医术高超，心地善良，经常半夜出诊，救了不少人的命。两人一路疾行，不一会儿就到了汉子家。一进门，刘一手就闻到了一股浓重的药味，夹杂着些许焦糊的气息。他快步走到床前，只见一个妇人躺在床上，脸色潮红，双眼紧闭，嘴里不停地嘀咕着什么。刘一手伸手搭在妇人的手腕上，仔细诊脉。片刻之后，他眉头紧锁，心中暗自思量：这脉象怎么如此奇怪，像是中了邪一般。大哥，你家娘子这病，怕是有些棘手啊。刘一手沉吟片刻，对那汉子说道。汉子一听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他颤抖着声音问道：“刘郎中，我家娘子她不会有什么事吧？”刘一手叹了口气，安慰道：“你先别急，让我再仔细看看。”说着，刘一手从药箱中取出银针，开始在妇人的身上扎针。经过一番折腾，妇人的脸色终于缓和了一些，不再那么潮红，嘴里也不再嘀咕了。刘一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，对汉子说道：“你家娘子这病，我暂时用银针压制住了，但要想根治，还得找到病因才行。”汉子连连点头，感激涕零：“刘郎中，您真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啊！只要能治好我家娘子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”刘一手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你先别急，等天亮了我再去你家看看，说不定能找到病因。”说完，刘一手便背起药箱，准备离开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紧接着，一个黑影从墙头翻了进来。刘一手心中一惊，赶紧躲到门后。只见那黑影在院子里东张西望了一番，然后朝着妇人住的房间走去。刘一手悄悄跟了上去，只见那黑影走到窗前，轻轻推开了窗户。借着月光，刘一手看清了那黑影的模样，竟然是一只浑身雪白的野狐。只见那野狐嘴里叼着一株草药，小心翼翼地将草药从窗户缝里塞了进去。刘一手心中暗自诧异，这野狐怎么会知道妇人需要这草药？就在这时，那野狐突然转过头来，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刘一手。刘一手心中一凛，正欲转身逃跑，却见那野狐突然跪了下来，前爪合十，像是在作揖一般。刘一手愣住了，他从未见过如此通人性的野狐。就在这时，那野狐突然开口说话了：“恩公，请救救我的孩子吧！”刘一手吓了一跳，差点摔倒在地。他定了定神，问道：“你会说话？”野狐点了点头，眼中满是祈求：“恩公，我本是山中修炼多年的灵狐，只因前日不慎被猎人所伤，幸得恩公路过，出手相救，才捡回一条性命。如今我的孩子也病了，急需一味草药救治，我四处寻找无果，只好冒险前来求恩公相助。”刘一手一听，心中顿时明白了7、8分。他说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会尽力帮你的。不过你得先告诉我，那草药长什么样，在哪里能找到？”野狐闻言，眼中闪过一丝喜色，他赶紧将草药的样子和生长之地告诉了刘一手。
刘一手记在心里，然后说道：“你先回去照顾你的孩子吧，我明天一早就去寻找那草药。”野狐感激涕零，连连点头。说完，他便转身消失在夜色中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刘一手便按照野狐的指引，来到了山中一处隐蔽的山谷。只见山谷中长满了奇花异草，香气扑鼻。刘一手仔细寻找了一番，终于找到了那株草药。他小心翼翼地挖出草药，然后匆匆赶回了汉子家。一进门，他就对汉子说道：“我找到病因了，你家娘子之所以会生病，是因为中了山中一种奇毒的缘故，而这种毒只有用这株草药才能解。”汉子一听，喜出望外，他赶紧让刘一手用草药给妇人煎药。刘一手将草药洗净，放入药罐中，开始煎药。不一会儿，药就煎好了。刘一手将药端给妇人服下。妇人服下药后，脸色渐渐恢复了正常，不一会儿便醒了过来。汉子见状，激动得热泪盈眶，他拉着刘一手的手，不停地道谢。刘一手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别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说完，刘一手便准备离开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想起昨晚那只野狐的话，心中不由得升起一丝疑惑。他停下脚步，对汉子说道：“大哥，你家娘子这病虽然治好了，但我还得提醒你一句，最近这段时间你们最好小心一些，免得再惹上什么麻烦。”汉子闻言，脸色一变，他问道：“刘郎中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刘一手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昨晚我遇到了一只野狐，他说他的孩子也病了，需要一味草药救治，而这味草药正是解你家娘子所中之毒的解药。我觉得这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。”汉子一听，顿时吓得脸色铁青，他颤抖着声音问道：“那该怎么办？”刘一手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你先别急，我今晚再去山中看看，说不定能找到那只野狐，问个清楚。”汉子连连点头，感激不尽。当天晚上，刘一手带着药箱和干粮，再次来到了山中。他沿着昨晚野狐来时的路线，一路寻找。不一会儿，他就来到了昨晚遇到野狐的山谷。只见山谷中一片寂静，只有微风拂过树叶的沙沙声。刘一手小心翼翼地走着，生怕惊动了什么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到一阵微弱的呻吟声。刘一手心中一惊，赶紧循声找去。只见不远处的一个山洞里，一只浑身是血的野狐正躺在地上，痛苦地呻吟着。他的身边还躺着几只小野狐，看样子也是受了重伤。刘一手赶紧上前查看，只见那只大野狐的伤口处已经化脓，散发出阵阵恶臭。刘一手心中暗自诧异，这伤口怎么如此严重？就在这时，那只大野狐突然睁开了眼睛，他看到刘一手，眼中闪过一丝惊喜。他用微弱的声音说道：“恩公，你来了。”刘一手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你别说话了，我先给你治伤。”说着，刘一手从药箱中取出草药和纱布，开始给野狐治伤。经过一番折腾，野狐的伤口终于被包扎好了。他感激地看着刘一手，眼中满是泪水。刘一手拍了拍他的头，说道：“你先好好休息吧，我会照顾好你的孩子的。”说完，刘一手便开始照顾那些小野狐。他给小野狐们喂了一些水和食物，然后守在他们身边，守护着他们的安全。就这样，刘一手在山洞里待了一整夜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带着野狐们下山了。他先将野狐们安置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，然后匆匆赶回了汉子家。一进门，他就对汉子说道：“我找到了那只野狐，也知道了事情的真相。”汉子一听，顿时紧张了起来。他问道：“刘郎中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刘一手叹了口气，
说道：“那只野狐之所以会出现在你家，是因为他知道你家娘子中了毒，需要解药救治。而他之所以会中毒，是因为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，和猎人搏斗时受的伤。”汉子闻言，顿时恍然大悟。他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难怪我家娘子会突然生病，原来都是那只野狐惹的祸。”刘一手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话也不能这么说，那只野狐也是受害者。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，不惜冒险前来求药，这份母爱，难道不值得我们敬佩吗？”汉子闻言，顿时羞愧地低下了头。他说道：“刘郎中，你说的对，是我错怪那只野狐了。我应该怎么做，才能弥补我的过错呢？”刘一手想了想，说道：“你先别急，等那只野狐的伤口愈合了，你再把它放回山中去吧。至于你家娘子，我会再给她开一些调养身体的药，让她慢慢恢复。”汉子连连点头，感激不尽。就这样，刘一手又忙碌了几天。他每天都去给野狐换药，照顾小野狐们。在他的精心照料下，野狐的伤口渐渐愈合了，小野狐们也恢复了活力。终于有一天，野狐能够站起来了。他感激地看着刘一手，眼中满是泪水。他用微弱的声音说道：“恩公，谢谢你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命，我无以为报，只能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野狐突然停了下来。他低下头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片刻之后，他抬起头，对刘一手说道：“恩公，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，你千万要小心。”刘一手闻言，心中不由得升起一丝疑惑。他问道：“什么事情？”野狐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其实我家住在山中一处隐秘的洞穴里。前日我外出觅食时，无意间发现了一处宝藏。那宝藏中不仅有金银财宝，还有一本茅山秘籍。我本想带着宝藏和秘籍离开，却没想到被猎人发现了。他们追杀我，我为了保护孩子和宝藏，才不慎受了重伤。我拼死将猎人引开，却没想到他们竟然在你家娘子身上下毒，企图逼我现身。”刘一手一听，顿时惊得目瞪口呆。他说道：“什么？竟然有这样的事情？那宝藏和秘籍现在在哪里？”野狐眼中闪过一丝悲伤，说道：“宝藏和秘籍都被我藏在了山洞里，但我恐怕再也回不去了。那些猎人已经知道了我家的位置，他们一定会再去找宝藏的。恩公，你千万不要去，那里太危险了。”刘一手闻言，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豪情。他说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让那些猎人得逞的。我会去山洞里看看，想办法将宝藏和秘籍保护起来。”野狐闻言，眼中闪过一丝感激。他说道：“恩公，你千万要小心，那些猎人狡猾凶残，你千万不要中了他们的圈套。”刘一手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会注意的。”说完，刘一手便告别了野狐和汉子，独自一人朝着山中走去。他沿着野狐指引的路线，一路披荆斩棘，终于来到了那处隐秘的山洞。只见山洞外杂草丛生，隐蔽异常。刘一手小心翼翼地走进山洞，只见里面堆满了金银财宝，闪闪发光。而在金银财宝旁边，还放着一本古朴的秘籍，封面上写着“茅山秘籍”4个大字。刘一手心中暗自惊喜，没想到这宝藏竟然如此丰富。他正要上前查看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紧接着几个猎人手持弓箭闯进了山洞。刘一手心中一惊，赶紧躲到了一块大石头后面。只见那些猎人四处张望了一番，然后朝着金银财宝扑了过去。他们一边抢夺金银财宝，一边哈哈大笑。就在这时，其中一个猎人突然看到了那本茅山秘籍，他一把将秘籍抢在手里，翻看了几页，
然后惊喜地叫道：“兄弟们，快来看！这本秘籍里记载着茅山法术，我们要是学会了，就能称霸武林了。”其他猎人闻言纷纷围了过来，他们争相抢夺秘籍，争得面红耳赤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道黑影闪过，紧接着几声惨叫传来。刘一手定睛一看，只见那只野狐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山洞里。他浑身是血，眼中满是仇恨。他张开嘴巴，吐出几颗尖锐的牙齿，朝着那些猎人扑了过去。那些猎人猝不及防，纷纷被野狐咬伤。他们惊恐地尖叫着，四处逃窜。野狐穷追不舍，将那些猎人一一咬死。刘一手躲在暗处，看得心惊胆战。他没想到这只野狐竟然如此凶猛，竟然能独自杀死这么多猎人。就在这时，野狐突然转过头来，朝着刘一手藏身的地方看了过来。刘一手心中一惊，赶紧屏住呼吸，生怕被野狐发现。只见野狐在黑暗中凝视了片刻，然后转身离开了山洞。刘一手见状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他等了一会儿，确定野狐已经走远后，这才从藏身处走了出来。他走到金银财宝和秘籍旁边，仔细查看了一番。只见那些金银财宝都是真金白银，价值连城。而那本茅山秘籍也确实是货真价实的秘籍，里面记载着许多茅山法术和秘术。刘一手心中暗自思量，这些金银财宝我可以留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但这本茅山秘籍却不能落入恶人之手，我得想办法将它保护起来。想到这里，刘一手便将金银财宝装进了药箱里，然后将茅山秘籍藏在了身上。他小心翼翼地走出山洞，准备离开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。他回头一看，只见那只野狐不知何时已经跟了上来。他浑身是血，眼中满是疲惫，但眼神却异常坚定。刘一手心中不由得升起一丝敬意。他说道：“野狐兄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你放心，我会保护好这本秘籍的。”野狐闻言，眼中闪过一丝感激。他点了点头，然后转身消失在了树林中。刘一手望着野狐远去的背影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在这深山老林中遇到如此奇遇。他背起药箱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一路上，刘一手都在思考着如何将这本茅山秘籍保护起来。他深知这本秘籍的价值，也知道它一旦落入恶人之手，将会带来多大的灾难。经过一番思量，刘一手决定将这本秘籍交给一个值得信赖的人。他想起了自己的好友张三，张三是个为人正直、心地善良的书生，他一定能够妥善保管这本秘籍。于是刘一手便加快了脚步，朝着张三家的方向走去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郎中去接生，路上遇见母蛇难产，他举手之劳却救了自己。这可真是邪门了。村东头的老柳树底下，几个老汉围着一块闲聊，话题不知怎地就扯到了前几天村西头老李家媳妇生孩子的事儿上。谁说不是呢？王郎中接了半辈子生，头一回遇上这事儿。李大爷吧嗒一口旱烟，眉头紧锁，满脸都是不解的神色。到底咋回事啊？李大爷，您给咱说说。旁边的小年轻儿急性子，耐不住好奇心，催促道。李大爷缓缓吐出一口烟圈，这才慢悠悠地开了口。那天夜里，老李家媳妇突然发动了，一家人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赶紧派人去请王郎中。这王郎中啊，是咱们村里有名的接生婆，手艺好，心肠也热乎，村里人谁家生孩子都找他。话说这王郎中那天夜里睡得正香呢，就被急促的敲门声给惊醒了。他披上衣服，提上药箱，匆匆忙忙就往老李家赶。
这夜黑风高的，路上一个人影都没有。王郎中心里也犯嘀咕，但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他也没多想。王郎中走着走着，突然脚下一绊，差点摔了个跟头。他低头一看，哎呦，原来是一条母蛇，肚子鼓鼓囊囊的，正痛苦地在地上扭曲着。王郎中也是个心善的人，心想这蛇怕是难产了，便蹲下身子，从药箱里拿出些草药，小心翼翼地敷在了母蛇的伤口上。你别说，这草药还真灵，不一会儿，母蛇就安静下来，似乎没那么疼了。王郎中见状，心里也松了口气，站起身来继续赶路。可就在这时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他明明记得刚才自己走的是条直路，可此刻眼前却出现了2条岔路，一条通往老李家，一条却不知通向何方。王郎中心里一紧，暗道不好，怕是遇上不干净的东西了。他站在原地，左右为难。就在这时，耳边突然传来了一阵婴儿的啼哭声，那声音清脆响亮，直透云霄。王郎中一听，心里顿时有了主意，跟着哭声走，肯定没错。于是他迈开步子，朝着哭声传来的方向奔去。这一路上，王郎中走得飞快，不一会儿就看到了老李家的灯火。他推开门，一头扎进了产房。老李家媳妇已经疼得满头大汗，见了王郎中，就像见了救星一样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。王郎中二话不说，立刻开始接生。经过一番折腾，孩子终于顺利出生了，是个大胖小子，哭声响亮，十分健康。老李家上下都高兴得不得了，对王郎中千恩万谢。王郎中收拾好药箱，正准备告辞，却突然想起了路上遇到的那条母蛇。他心说，这蛇难产都能被自己碰上，还救了一命，这事儿可不简单。于是他悄悄问老李家媳妇，最近家里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儿发生。老李家媳妇一听这话，脸色就变了。她告诉王郎中，自己怀孕这几个月，家里确实不太平，每天晚上都能听到院子里有悉悉索索的声音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爬。一开始他还以为是老鼠呢，可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吓人，他这才害怕了。王郎中一听，心里就明白了。他告诉老李家媳妇，这事儿怕是跟那条母蛇有关。那蛇难产，被自己救了一命，怕是来报恩的。他故意在路上弄出岔路，就是为了考验自己，看自己是不是真心想救人。而自己跟着婴儿的哭声走，正是通过了他的考验。老李家媳妇一听这话，吓得脸色都白了。他连忙问王郎中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王郎中想了想，说，这事儿也不难办，你回去准备些香火纸钱，明天去村后那座山上找个显眼的地方烧了，算是感谢那蛇的救命之恩。以后啊，咱们家就太平了。老李家媳妇听了王郎中的话，第二天一大早就去准备了香火纸钱。他按照王郎中的指点，去了村后那座山上，找了个显眼的地方，把香火纸钱都给烧了。说来也怪，从那以后，他家就再也没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儿了。这事儿啊，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的，大家都说王郎中不仅医术高明，心地还善良，连蛇都愿意来报恩。而那些平时爱占小便宜、做坏事的人，听了这事儿，也都吓得不行，生怕哪天自己也惹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这事儿虽然过去了几年，但每次提起来，村里人还是津津乐道。大家都说王郎中那是积了大德了，才能遇上这样的奇事儿。不过呀，这事儿还没完呢。你们知道吗？后来王郎中家也出了一件怪事。啥怪事啊？小年轻儿一听这话，又来了精神，连忙追问。这事儿啊，得从王郎中救的那条母蛇说起。你们想啊，
那蛇难产被王郎中救了，肯定心存感激。可他毕竟是条蛇，总不能一直跟着王郎中吧？所以呀，他就想着给王郎中送点啥东西，表达一下谢意。有一天夜里，王郎中家突然来了一只大老鼠，个头足足有猫那么大。王郎中一家人都被吵醒了，起来一看，这老鼠可真够吓人的。王郎中拿起棍子就想打，可那老鼠却也不躲，只是用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，眼神里似乎还带着点哀求。王郎中一看这老鼠的眼神儿，心里就犯嘀咕了。他想，这老鼠怕是有点来头，不能随便打。于是他放下棍子，问那老鼠：“你到底是来干啥的？”那老鼠似乎听懂了他的话，用爪子指了指门外，然后又指了指自己的肚子。王郎中一琢磨，这老鼠怕是来报信的。他跟着老鼠出了门，一直走到了村口的大柳树下。那老鼠突然就不见了，而地上却多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袱。王郎中打开包袱一看，哎呦，里面竟然全是金银财宝。王郎中这下可愣住了，他心想，这到底是谁送的呀？自己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啊！他拿起一块银子，仔细看了看，发现上面竟然刻着一条小蛇的图案。王郎中这才恍然大悟，感情这是那条母蛇送来的谢礼啊！他心里又是惊讶又是感动，连忙对着天空拜了几拜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多谢蛇仙赐福，多谢蛇仙赐福。”这事儿啊，又在村里传开了。大家都说王郎中那是积了大德了，才能遇上这样的好事儿。而那些平时爱占小便宜、做坏事的人，听了这事儿，更是吓得不行，生怕哪天自己也惹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从那以后啊，王郎中就用这些钱在村里修了一座庙，专门供奉那些有灵性的动物。他说呀，这世间万物皆有灵性，咱们得敬畏自然，敬畏生命，只有这样啊，才能活得心安理得，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。这事儿啊，就说到这儿吧，你们听听也就罢了，可别当真啊。这世间的事儿啊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谁又能说得清呢？打那以后啊，王郎中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，村里人也都沾了点光，时不时的能去庙里拜拜，求个心安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平静的日子啊，竟然还能再起波澜。那是一个阴沉沉的傍晚，天边滚着乌云，眼看就要下雨了。王郎中刚关上医馆的门，准备回家，就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他抬头一看，哎呀妈呀，这不是老李家的汉子吗？一脸慌张，跟丢了魂似的。王郎中，王郎中，你快救救我家媳妇吧！老李家汉子一头扎进医馆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。王郎中一听这话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赶紧问：咋了咋了？不是上个月才生的吗？这又咋了？老李家汉子抹了一把汗，颤声说：我也不知道啊，今个傍晚他突然就说肚子疼，疼得死去活来的，您快去看看吧。王郎中一听，二话不说，拿起药箱就往老李家赶。这路上啊，他是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，这天气咋就这么邪乎呢？风呼呼地刮着，跟鬼哭似的，树叶也哗哗地响，跟有人在里头打架一样。到了老李家，王郎中一看，哎呀，这媳妇的脸色咋就这么白呢？跟纸似的，一点血色都没有。他赶紧把了把脉，这一把呀，差点没把他吓死，这墨咋就这么乱呢？跟被人扯断了似的。王郎中深吸一口气，定了定神，然后开始给老李家媳妇扎针。这一扎呀，就是大半夜累得他是满头大汗，可那媳妇的肚子啊，还是疼得死去活来的，一点好转都没有。王郎中心里那个急呀，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。他心想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自己行医这么多年，咋就没见过这么怪的病呢？
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到窗外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爬。他抬头一看，哎呀妈呀，这不是那条母蛇吗？它咋又来了？王郎中吓了一跳，可转念一想，这蛇怕是来帮忙的。于是他壮着胆子对那蛇说：“蛇仙啊蛇仙，你要是有啥办法，就帮帮我吧，我这实在是没法子了。”那蛇似乎听懂了他的话，用尾巴指了指门口，然后又爬走了。王郎中一看这架势，心里也明白了，赶紧跟着那蛇出了门。这一跟呢，就是好几里地，一直跟到了一座荒废的山神庙前。那蛇突然就不见了，而山神庙的门口啊，竟然多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袱。王郎中打开包袱一看，哎呀，里面竟然是一堆黑色的草药。他拿起一根闻了闻，这味道咋就这么熟悉呢？这不是自己当年救那蛇时用的草药吗？王郎中心里那个激动啊，就跟中了大奖似的。他赶紧把这草药带回老李家，熬成了汤，给那媳妇灌了下去。这一灌呢，还真是神了，那媳妇的肚子立马就不疼了，脸色也渐渐恢复了红润。王郎中一看这效果，心里那个美呀，就跟吃了蜜似的。可这事儿啊，还没完呢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王郎中刚打开医馆的门，就看到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口。那人穿着一身黑衣服，脸上戴着个黑口罩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王郎中，我找你有点事儿。那人的声音沙哑得很，跟喉咙里卡着痰似的。王郎中一看这架势，心里就犯嘀咕了，这谁呀？找自己干啥？他小心翼翼地问，您是哪位呀？找我啥事儿啊？那人也不答话，只是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，往桌子上一放。王郎中打开一看，哎呀妈呀，这不是昨天那堆草药吗？咋又送回来了？这是啥意思啊？王郎中惊讶地问。那人嘿嘿一笑，说：王郎中啊，王郎中，你以为你救的是谁？你以为那草药是咋来的？实话告诉你吧，那草药是我家主人的，你家媳妇得的病，也是我家主人给下的。王郎中一听这话，吓得差点没瘫在地上。他结结巴巴地问：你家主人是谁？为啥要这么做？那人也不答话，只是指了指门口。王郎中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，哎呀妈呀，这不是那条母蛇吗？它咋又来了？还变得这么大，跟条龙似的。王郎中这下可算是明白了，感情这母蛇是妖啊。他吓得浑身直哆嗦，连话都说不利索了。你们想干啥？我可没做啥坏事啊。那母蛇突然开口说话了，声音跟那黑衣人一样沙哑。王郎中啊，王郎中，你救了我一命，我当然要报恩。可我家主人啊，他看中了你的医术，想让你帮他做点事儿。你要是不答应，嘿嘿，你这医馆呢，可就开不下去了。王郎中一听这话，心里那个气呀，就跟吃了苍蝇似的。他心想，这妖咋就这么霸道呢？可他也知道自己斗不过这妖，只能先答应下来，再想办法。于是他强装镇定地说：行，我答应你们，不过你们得告诉我，要我干啥？那母蛇嘿嘿一笑，说：这事儿啊，不急，等你准备好了，我家主人自然会来找你。说完，那母蛇和黑衣人就不见了。王郎中站在原地，心里那个乱啊，就跟被猫抓了似的。他心想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自己咋就惹上这妖了呢？接下来的日子里啊，王郎中整天是心神不宁的，生怕那妖啥时候来找自己。他也想过逃跑，可这天下之大，他能逃到哪儿去呢？就这样啊，过了1个多月。这天夜里啊，王郎中刚睡下，就听到窗外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。他抬头一看呢，哎呀妈呀，这不是那母蛇吗？它咋又来了？王郎中吓得赶紧从床上爬起来，
战战兢兢地问：“你们来找我干啥？”那母蛇也不答话呀，只是用尾巴指了指门外。王郎中一看这架势啊，心里也明白了，肯定是那妖主人来找自己了。他咬咬牙呀，硬着头皮出了门。这一出门啊，他才发现啊，原来这外面还有好多人呢，都是穿着黑衣服、戴着黑口罩的。他们手里呀，都拿着明晃晃的刀。王郎中一看这架势啊，吓得腿都软了。他心想啊，这下自己是死定了。可就在这时啊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郎中回家，见妻子被富少霸占，郎中再不给村里人治病。哎呦，这事儿可真够缺德的。村口的大槐树下，几个老汉围坐在一起，抽着旱烟袋，议论纷纷。可不是吗？你说那李郎中平时为人和善，治病救人，怎么就摊上这等倒霉事儿？老张头吧嗒吧嗒抽着烟，眉头紧锁。嗨，这年头有权有势的，哪个不欺负老实人？王大爷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。这事儿还得从几天前说起。李郎中名叫李慕白，是村里有名的赤脚医生。他医术高明，心地善良，不管是谁家有病有灾，只要找上门来，他从不推辞，总是尽心尽力地给人治病。村里人提起他，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。李郎中的妻子翠花也是个贤惠的女人，她长得虽不算漂亮，但勤劳能干，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夫妻俩感情深厚，日子过得和和美美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这天李郎中外出采药，天色已晚，山路又不好走，他只好在山里住了一宿。第二天早上，他才匆匆赶回家。刚迈进家门，李郎中就觉得不对劲儿。家里静悄悄的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他放下药篓子，走进屋里一看，顿时愣住了。只见妻子翠花衣衫不整，头发凌乱，正被一个年轻妇少按在床上。那妇少一看李郎中回来了，吓得脸色铁青，撒腿就跑。翠花，你这是咋了？李郎中又惊又怒，上前一把拉住翠花的手。翠花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。慕白，我也是没办法呀。那富少是镇上钱老爷家的公子，他看中了咱家的房子和地，就逼着我。呜呜！李郎中一听，心如刀绞。他没想到自己平时安分守己，竟会遭此横祸。他恨恨地咬了咬牙，说道：“翠花，你放心，这事儿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”说罢，李郎中拿起药篓子，就要出门去找那富少算账。翠花一把拉住他：“慕白，你别去，那富少有权有势，你去了也是白搭，还会惹祸上身。”“哼，他有权有势怎么了？我李慕白也不是好惹的。”李郎中一甩袖子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李郎中一路小跑，直奔镇上钱老爷家。他刚到门口，就被几个家丁拦住了：“干什么的？”“我找你们少爷。”李郎中怒目圆睁，大声说道：“找少爷？你有预约吗？”家丁们嬉皮笑脸地说道：“预约？我找他算账还要预约？”李郎中说着就要往里闯。家丁们见状一拥而上，把李郎中推倒在地。李郎中挣扎着爬起来，还要往里冲，却被一个家丁一脚踢在肚子上，疼得他差点昏过去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穿锦衣华服的年轻人走了过来，他正是那富少钱少爷。“哟，这不是李郎中吗？怎么找我算账来了？”钱少爷皮笑肉不笑地说道：“钱少爷，你欺人太甚！我妻子老实本分，你为何要强占她？”李郎中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哼，你老婆长得漂亮，我看上了，那是她的福气。识相的，你就乖乖把房子和地交出来，我还可以给你一笔钱，让你离开这儿。否则，
哼哼，有你好看的。钱少爷说着，挥了挥手，家丁们又要上前动手。住手！李郎中大喝一声，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，抵在自己的脖子上。你们要是再敢动手，我就死在你们面前。家丁们一愣，不敢再上前。钱少爷也吓了一跳，他没想到李郎中会来这一手。好，好，李郎中，你别冲动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钱少爷假惺惺地说道：“没什么好说的，除非你把我妻子还给我，否则我就死在这儿。”李郎中说着，把匕首往脖子上一抹，鲜血顿时流了出来。家丁们吓得连连后退，钱少爷也吓得脸色苍白。他没想到李郎中如此刚烈，竟然真的要自杀。别，李郎中，你先把匕首放下，咱们商量商量。钱少爷说着，连连摆手。李郎中把匕首从脖子上拿开，说道：“除非你答应我，把我妻子还给我，不再为难我们。”好，好，我答应你。钱少爷连连点头。李郎中这才把匕首收起来，在钱少爷的陪同下回到家中。翠花一见李郎中平安无事，又惊又喜，扑进他怀里哭了起来。慕白，你没事吧？翠花关切地问道。没事，咱们走吧。李郎中拉着翠花的手就要往外走。去哪儿？翠花一愣。离开这儿，越远越好。李郎中说道。可是咱们能去哪儿呢？翠花迟疑地说道。不管去哪儿，总比在这儿受欺负强。李郎中说着，已经收拾好了一些衣物和药材。夫妻俩连夜离开了村子，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，搭了几间茅屋，过起了隐居的生活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这天晚上，李郎中正在灯下看书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吵闹声。他放下书，走出屋外一看，只见几个黑衣人正围着茅屋转来转去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要干什么？李郎中大声问道。哼，我们是钱少爷派来的。你今天要是不跟我们回去，我们就烧了你的房子。黑衣人说道。你们这帮恶贼，休想！李郎中说着，就要上前拼命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穿道袍的老者走了过来。他鹤发童颜，精神矍铄，手中拿着一把拂尘。诸位，请住手！老者说道。黑衣人一愣，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少管闲事。我是云游四方的道士，路过此地。我看你们这般作恶，实在不忍心。”老者说道。哼，道士又怎么样？我们可不怕你。黑衣人说着，就要动手。老者微微一笑，挥动拂尘，只见一道金光闪过，黑衣人纷纷倒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多谢道长救命之恩。李郎中连忙上前道谢。不必客气，我看你是个善良之人，不忍见你遭此劫难。老者说道。道长，我妻子被那恶霸强占，我们无家可归，才逃到这里。没想到他们还是不肯放过我们。李郎中说着，又流下了眼泪。哼，这等恶霸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老者说道。不过你也不能一味逃避，要想彻底解决此事，还得从长计议。道长，您说该怎么办？李郎中问道。你先跟我回观里，我自有办法。老者说着，领着李郎中夫妻俩来到一座道观。道观里清幽雅致，绿树成荫。老者把李郎中夫妻俩安顿好，说道：“你们先在这里住下，我去准备一下。”第二天晚上，老者拿着一道符咒来到李郎中面前，这道符咒可以保你平安，你把它贴在身上，明天一早，你回到村里去，那恶霸就不敢再为难你了。真的吗？李郎中半信半疑。你去试试就知道了，老者说道。第二天一早，李郎中夫妻俩回到了村里。他们刚一进村，就遇到钱少爷带着几个家丁迎面走来。
哟，这不是李郎中吗？你还敢回来？钱少爷阴阳怪气地说道。我为什么不敢回来？李郎中挺直了腰板。哼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钱少爷说着，就要让家丁动手。就在这时，只见一道金光从李郎中身上闪出，钱少爷和家丁们纷纷倒在地上，打滚哀嚎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钱少爷惊恐地问道。哼，这是道长的符咒在发挥作用。李郎中说道，你以后再也不敢欺负我们了。钱少爷吓得连连求饶，李郎中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把符咒收了吧。李郎中冷哼一声，说道，哼，想让我收符咒，没那么容易。除非你答应我，以后再也不做恶事，还要把抢来的田地房产都还给乡亲们。好，好，我答应你。钱少爷连连点头。李郎中这才把符咒收了回来。钱少爷和家丁们爬起来，灰溜溜地跑了。从此以后，钱少爷再也不敢做恶事了。他把抢来的田地房产都还给了乡亲们，还拿出银子修桥补路，做了一些好事。而李郎中呢，他继续在村里行医救人，受到了乡亲们的尊敬和爱戴。他和翠花的感情也更加深厚了，两个人恩恩爱爱，白头偕老。然而世事无常，这天晚上，李郎中正在灯下给人看病，突然觉得一阵头晕目眩，栽倒在地。翠花见状，吓得大哭起来。慕白，你怎么了？你可别吓我呀！乡亲们也纷纷围了上来，七嘴八舌地说道，李郎中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不会是中邪了吧？快去找道长来。不一会儿，大伙儿正乱着呢，只见道长急匆匆地走了进来。他一看李郎中的样子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不好，这是中了邪术。啥？邪术？乡亲们一听都愣住了。对，这邪术十分厉害，能伤人于无形。看来是有人想置李郎中于死地呀。道长说着，拿出一张符咒，贴在李郎中的额头上。不一会儿，李郎中悠悠转醒。他一睁眼，就看到道长和乡亲们围在自己身边，不由得愣住了。这是咋回事儿？我怎么了？你中了邪术，差点没命。道长说道。邪术？是谁要害我？李郎中惊恐地问道。这事儿得好好查查。道长沉吟片刻，说道，不过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，需要好好休息。我先给你开副药，你吃了之后再说。道长说罢，拿起纸笔写了一副药方。翠花连忙去抓药，煎了给李郎中服下。第二天，李郎中的精神好了许多。他感激地对道长说道，多谢道长救命之恩。这事儿到底是谁干的？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你先别急，这事儿我已经有了一些线索。道长说道，不过要想彻底解决此事，还得去一趟镇上，找那钱少爷问问。找他？他不是已经改过自新了吗？李郎中疑惑地问道。哼，改过自新？那只是表象，他背后肯定还有人指使。道长说道，而且这邪术也不是他能施展出来的。那咱们现在就去找他。李郎中说着就要起身。别急，我先给你一道符咒，贴身带好。这符咒能保你一时平安。道长说着，递给李郎中一道符咒。李郎中接过符咒，贴身带好，和道长一起直奔镇上。到了钱少爷家，只见钱少爷正躺在床上，哼哼唧唧的。一见李郎中和道长来了，他吓得脸色苍白，连忙从床上爬起来。你们来干什么？来找你问问这邪术的事儿。道长说道。啥邪术？我不知道啊。钱少爷连连摇头。哼，你不知道？那你怎么会突然改过自新，把抢来的田地房产都还给了乡亲们？李郎中质问道。我是良心发现了。
钱少爷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良心发现，我看你是被邪术控制了吧？”道长冷哼一声，说：“是谁指使你干的？我真的不知道啊。”钱少爷哭丧着脸说道：“我就是突然之间觉得以前的所作所为太过分了，才改过自新的。”你撒谎！李郎中怒喝一声：“你要是不说，我就把你打成残废！”别，我说。钱少爷吓坏了，连忙说道：“是一个道士，他来找我，说只要我听他的话，他就能让我过上好日子。然后我就按照他说的做了，没想到他真的让我改过自新了。我还以为他是神仙下凡呢。”“哼，什么神仙下凡，分明是妖道作祟。”道长说道：“那道士现在在哪儿？”“我不知道啊，他给了我一道符咒，让我贴在床头，然后就走了。”钱少爷说道。道长一听，连忙让钱少爷把符咒拿来。他一看符咒，脸色大变：“不好，这是阴毒符咒，能控制人的心神。看来那妖道已经盯上你们了，那咱们该怎么办？”李郎中焦急地问道。“要想彻底解决此事，还得找到那妖道。不过这妖道既然敢施展邪术，肯定有些道行，咱们不能硬拼，只能智取。”道长说道。“智取？怎么智取？”李郎中问道。“这样，你先回去，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。我去找几个同道中人，一起商量对策。”道长说道。李郎中点点头，和道长一起离开了钱少爷家。回到村里，他按照道长的吩咐，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继续行医救人。然而这平静的日子并没过上几天。这天晚上，李郎中正在灯下看书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吵闹声。他放下书，走出屋外一看，只见几个黑衣人正围着村子转来转去，鬼鬼祟祟的。这些人肯定是妖道派来的。李郎中心中暗想，连忙回到屋里，拿出道长给的符咒，贴在身上。不一会儿，只见一道黑影闪过，那妖道出现在李郎中面前。他一看李郎中身上贴的符咒，脸色大变：“好小子，你竟然有护身符咒！哼，妖道，你休想害我！”李郎中怒喝一声，挥拳就打。那妖道也不甘示弱，两人顿时打成一团。李郎中虽然身有符咒护身，但那妖道也有些道行，两人打得难解难分。就在这时，只见几道金光闪过，几个道士出现在李郎中面前。他们正是道长找来的同道中人。“妖道，你的死期到了！”道长大喝一声，挥剑就砍。那妖道一看形势不妙，转身就想逃跑。然而几个道士已经把他团团围住，他插翅难飞。经过一番激战，妖道终于被制服。他跪在地上，连连求饶：“各位道长，饶命啊！我再也不敢了。”“哼，你作恶多端，还想活命！”道长怒喝一声，就要一剑砍下。就在这时，只见那妖道突然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阴狠：“你们以为这样就能制服我吗？告诉你们，我还有后招呢！”说罢，只见那妖道口中念念有词，突然之间天色大变，乌云密布，狂风四起。几个道士都觉得一阵头晕目眩，差点摔倒在地。“不好，这是妖道的妖法！”道长惊呼道。“哼，现在知道厉害了，告诉你们，晚了。”妖道得意地大笑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只见一道金光从天而降，落在妖道面前。金光之中显出一个身穿金甲、手持长剑的神将。大胆妖道，竟敢在此作恶！神将怒喝一声，挥剑就砍。那妖道一看神将出现，吓得脸色苍白，转身就想逃跑。然而神将岂容他逃跑，一剑就砍下了他的脑袋。妖道一死，天色顿时放晴，狂风也停了。几个道士都松了一口气，
连忙上前拜见神将，多谢神将救命之恩。不必客气，这妖道作恶多端，死有余辜。神将说道：你们速速回去，告诉乡亲们，以后再有此类事情发生，可来此山中找我。说罢，神将化作一道金光，消失在天际。几个道士连忙磕头谢恩，然后回到村里，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乡亲们。从此以后，乡亲们再也不用担心妖道作恶了，他们安居乐业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而李郎中呢，他继续在村里行医救人，受到了乡亲们的尊敬和爱戴。他和翠花的感情也更加深厚了，两个人恩恩爱爱，白头偕老。然而这世间的故事总是充满了未知和变数。就在李郎中以为可以安享晚年的时候，一件更加离奇的事情悄然发生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